德国的女子监狱让你明白，做人一定要奉公守法。在这所监狱里，每周你要连续劳作5天，每天长达8小时的强度作业，就问你怕不怕？首先，从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上，你就知道他们生活究竟有多么艰苦。这个鞋柜放9双鞋已经是他的极限。再观察一下他们的浴室，更是扑面而来的恶臭。空间狭小不说，设备还十分不齐全，电视都不放一台，怎么上厕所？接下来是他的居住空间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，居然只让他一个人住，为的就是让他能够深刻反省自身过错。而他们在房间里唯一的娱乐活动，就只要看个电影和电视剧，而且都是要经过审核才能观看。如今这些囚犯们除了每日有工作安排之外，还需要参加职业培训。像这名33岁的克里斯，就要每天进行酒店服务业领域的职业培训。克里斯过去因为药物问题，可以说是毁掉了他的一生，所以这些玩意一旦触碰，你已经不是你。克里斯表示自己当时每天想着就是怎么搞钱，去哪里弄到货。而他入狱的原因是因为盗窃与欺诈罪被判了5年时间。由于他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因此狱警会对他的房间和本人进行定期的全方位检查。这座女子监狱位于德国的法兰克福，一共容纳了15000人，而这些囚犯们可以说是真的来自5湖4海，有80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。这让德国的老铁们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到了德国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？在这座监狱里，有跟各类不同的企业合作，像这个洗衣房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个洗衣房承接各类酒店、宾馆、医院、养老院的清洗单子。这个监狱洗衣房约有40名女工，每天她们的收入仅有20欧元，可以说是极为低廉的劳动力。像这名叫雷娜的老妹，就是在洗衣房工作，已经入狱2次，这一次已经入狱2年。像他们这一类反反复复的惯犯，多数都是因为药物问题，所以千万不要碰这些玩意，否则耶稣都救不了你。在这所监狱里，70%的人都有药物成瘾问题，每到圣诞节期间，情绪都不太稳定，需要加强管理。而且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这些女囚犯们会各自形成自己的小团体，主要是不同国家的人根据语言习俗自然形成。他们这些团体之间也会偶尔发生一些争斗事件，但是相对于男性监狱，女性监狱的小团体危险性相对会小许多。同时在这里的囚犯通过劳作所获得的工资也不能进行自由消费，有6/7的需要监狱代为保管，直到出狱后才能给他们，其余的则是用来日常消费。每周囚犯都会提前写好购物清单，让监狱给他们统一采购。像克里斯表示，现在的他最为难受的是，监狱剥夺了他到超市消费的权利，每次收到的物品都感觉冷冰冰的。不过克里斯在监狱这段时间也不断的深刻的反省自己，他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。在他进来3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的母亲给他写了几十份信。克里斯的母亲表示，如今克里斯在监狱里反而让他更放心，因为他在这里意味着就是在好的方向发展，也知道他每天都在做什么。但在过去，老母亲完全不知道克里斯在外面干嘛，每天都害怕突然收到一个通知，让他去认领一下女儿的尸体。而在这所监狱里也会有特大重刑犯，他们的刑期都是20年起步，因此在居住环境上是更为恶劣，只有1房1厅1卫。像这名老妹是因为对男性实施性暴力犯罪，这在女性犯罪中是属于比较特殊的类型，所以男性出门在外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这名老妹叫安吉尔，监狱表示对于这个人的关押是出于对社会的保护，他是属于没有固定释放日期，要根据他的被教育程度多少去判定他能否出狱。监狱为了激发像他们这类囚犯的善心，会让他们手工制作一些小物品，然后带他们去给些残疾人或者养老院进行派发，让他们学会以爱心去面对社会。其实人生最大的奢侈品并不是爱马仕，而是奉公守法这4个字，因为你只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自律，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。这名叫杜米的小妹对于什么是自由就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。她如今从事狱警的工作，每天早上6点就要过来值班，干这份职业已经有5年半的时间。杜米到岗后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个房间打开，让女囚犯们起床。她觉得这些囚犯们之所以失去了自由，正是因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。他们将自由等同于放纵感官、逃避责任、无视边界，而他们其实是在被欲望、贪婪、放纵所奴役着。